2075年5月的一天，奶奶照惯例来到镜子前，这台纳米机器人每日监测并优化着她的免疫系统。旁边的回忆墙播放着她和小孙女的欢乐片段。昨晚刚给这孩子过了生日，她很高兴，为大家跳了好几支舞。房间外，机器人管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一家人。对奶奶来说，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她的自然生命即将走到尽头，是时候做出选择，是将意识上传，还是安然告别。在未来，这是平凡的一天，而50年前的这天，对阿毛和我来说却很不一样。次は夢島です。未来总是光怪陆离，又岁月静好。以后的人也许不知道，现在的人为了看看未来啥样，有多拼。人真是太多了，第一批人都那么多。我们是8点50分进来的，然后大概排了差不多半小时的队吧，终于进来了。先走了啊，拜拜拜拜，去吧。我们的动线是西进东出，因为在1周前的抽选中，我们幸运地抽中了当天 Persona Natureverse 第一批的入场资格。这也是所有民间展馆中除高达馆外人气最高的一个场馆。阿童木馆的主题是感恩生命，展厅入口是一棵生命之树，从寒武纪大爆发延伸至芯片，乃至人工智能构建的未来生命形态，象征着生命的进化。身体区以阿童木为叙事主线，在未来，为阻止因 AI 故障而撞向地球的太空殖民战，阿童木奋力出击，但身受重伤。随后，他被穿越而来的黑杰克医生救下，并植入了人造心脏。这也是该展馆的核心亮点，源自 iPS 细胞技术的心肌片段，一片会自主跳动的生命有机体。身体区另一边呈现的是未来的医疗科技，通过空中移动医疗舱，不受地域、时间、环境约束，即可实现远程医疗服务，能实现最佳睡眠状态的睡眠舱。赶时间，不然高低躺下试试。摸了下，像一个 BMI 大于40的肚子。心灵连接区通过沉浸式剧目来展现未来图景。这个可移动的屏幕矩阵视效很有冲击力，值得驻足。阿童木馆是由日本政府和 Persona 株式会社联合打造的。像这样的民间展馆在本届大阪世博会共有17个。阿猫和我在提前7天的抽选中，一个抽到了阿童木馆，一个抽到了女性馆，2个都是民间展馆。我最喜欢的女性馆终于来了。馆内的女性工作人员都很雅萨西。戴上耳机了，然后里面开始说一些东西。Cherry 之后的语音导览会以 Hi Cherry 开头，就好像将自己也融入了这场叙事中。第一个展厅聆听，来自3个国家不同年龄的3位女性的故事。从中选择一位，深入了解她的经历。阿毛选择的这位主角是来自墨西哥的气候行动者西耶巴斯蒂塔。他生于墨西哥中部的小镇，儿时经历过干旱和洪灾，这使他开始关注气候问题，并踏上了环保这条路。导览器一直都有中文注释，完全不用担心看不懂。第二展厅冥想，
这个设计真的很妙，因为可以坐下来。展厅3，现状，数据背后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女性处境。展厅4，你的手，这里集结了全球14位女性领导者的信息，她们向全世界女性发出呼吁，一起推动一个更平等、更美好的女性世界。女性馆用很多巧思让你走进去，感受到，参与其中。但或许真正值得期待的是，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女性馆。民间展馆均匀散落在东西门两侧，人气最高的高达馆是纯预约制，如果没能提前抽中，那么也可以期待下现场捡漏。你看这 APP 就是时刻卡顿，时刻失灵。期望不要太高，他们预约系统真的很拉。Signature Pavilions 主题展馆可以说是这届大阪世博会的声光电集大成者。他们不同于民间展馆那种科技秀，也不是国家馆肩负文化输出己任。这8大主题馆分别由来自科学、艺术、建筑、哲学、医学、教育领域的8位顶尖人士主导，围绕生命光辉的核心主题，向观众展示他们脑内的未来生活。直接走到了 Future of Life， 这里是可以拿整理券的，所以先过来把整理券拿了。这个导览器全程黑屏，不过好在有声儿。未来生命馆探讨的是在未来人类通过技术实现了自我定制，以及与机器人的共生世界。1楼展示了日本历代人形塑像的演化过程，从史前陶俑到现代仿生机器人。2楼主展区由机器人大和开启50年后对未来生活的想象。穿过时光列车是一个未来生活样板区，祖孙俩的互动通过投影呈现在眼前，伴随着的是一件件来自未来的科技产品。展方通过一段短片呈现了记忆永存这一设定。当 AI 可以复制意识，人类是否应该选择智能化自己，继续陪伴亲人？这不仅涉及情感伦理，也是 AI 发展绕不开的敏感话题。再往前，一个描绘人类与机器人共处的空间，看得出来，机器人在未来并非服务人类的工具，而是成为了人类的朋友，甚至是他们自然生命的延续。最后一个展厅展现的是1000年以后的人类状态，彼时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。他们的名字叫 Momo 桃子，象征着永生、子孙繁荣。讲真，如果长这样，我还是希望保留着自己的血肉之躯。未来生命馆的幕后主创是日本著名机器人学者石黑浩。作为大阪大学教授，他的研究方向是人类的未来形态与人与机器人共存。他最出圈的作品是一个和他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机器人，以及 Erica 被誉为世上最美的机器人。这挺像日本人会干的事儿。其他7个主题馆都有不俗的感官体验，
下次再去我会优先冲主题馆。在所有展馆中，怒2次方馆拥有最炸裂的视觉冲击力。之所以曝光不如未来生命馆，大概是因为难抢吧。整理券已经结束了。主题馆集中在世博园中央，与国家馆一起被巨大的大屋根所环绕。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造，它其实是用很多块木板把它夹在一起，贴了皮，然后做成一个这么大的柱子，没有使用钉子还有什么粘合剂啊这方式，这种传统的方式有意思。总觉得在大屋根底下好凉快。人家都说了嘛，这个是冬冷夏凉。现在我觉得可能体现不出来它的好，如果7、8月份来的人，真的这里是好地方。进到大屋根区域后，我们冲的第一个就是中国馆。世博会中国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航天员宋令东。此刻，他正在我的眼前，他比我想象中更加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运动运动员陈展乐。我进来以后好感动啊！可以有爱，我在中国馆，可以有动态。有点感动，说实话。顺着竹简上缓缓淌下的文字指引，最先看到的是一块24节气日龟屏。三星堆青铜神树占据着展厅的 C 位，树干、神鸟、铜龙，这尊3000年前的神树象征着古人对风调雨顺、日月永恒的祈愿。周边还展陈着颜真卿拓文、司母戊鼎、三星堆面具等国宝级文物。当然，这等量级的珍品是不可能轻易出国的。连接2楼的走廊墙壁上展示着中日建交后的几个重要历史画面。松下好像是第一个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。穿过连廊，可以坐下歇会儿了。这里放映的是中国馆主题片《中国人的12时辰》。3楼聚焦大国科技，嫦娥5号带回来的这一小撮来自月亮的土，是中国第一次从月球挖土成功。转过身就是我们的蛟龙号，它能带人下潜到7000多米的深海，一个99%的海洋生物都不曾到过的深度。他去过马里亚纳海沟，看过海底热泉、黑烟囱。蛟龙号是中国深海探索的开端，自它后，我们有了真正向海图强的底气。刚刚有一个阿姨说她特想带一个这个大熊猫回去，阿姨想邮寄，工作人员说你如果邮寄都可以买一个大熊猫的，没必要。我在中国馆进来了以后10分钟，每个人可以再抢一个馆，我来看一下能不能搜到日本馆。还有，太好了，好，可以。我一直以为这是日本馆，但其实它旁边那个才是。日本馆的主题是在生命与生命之间，展馆采用环形廊道的设计，从参观者的角度更像走入了一个迷宫。它有3个入口，分别对应工厂区、农场区、植物区。在这里，主办方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万物循环的故事。在农场区，从废弃物中回收的2氧化碳，通过管道输送给培养池中的微小藻类。在未来，藻类有着超乎预期的惊人潜力，它不仅威力强大，还种类繁多。穿过这片藻类丛林，就来到了工厂区。在这里，藻类完成了它们的最终形态。机械臂正通过 3D 打印技术制造凳子，这也是馆内所用物件。它的材料是海藻与生物塑料混合而成的。
工厂区的另一端展现的是日本记忆下那些柔软可循环的物品们。传统的木钉遇到木节后会弯曲，从而保护钉子和木头。另一个例子是东京晴空塔，它的中心是一个柱子，在地震时有助于缓冲震动并减少整体摇晃。包括日本馆本身，从建筑到小物，全都是可复用材料。日本人可真能整啊，这不就是我家浴室的硅藻泥板吗？到你们这儿就成艺术品了。植物区，生活中的废弃物通过发酵罐燃烧发酵，分解成其他能源。园中正在进行真实的食物垃圾分解，这些喷射暴力熊所需的电力正是来自分解后产生的沼气。这边陈列的是各种日本味道中的曲霉形态。植物区之后是一面水池，这和刚才的藻泥板滴水一样，再给一记侘寂风，强调下是日本馆对吧？从微生物到藻类，作为主办国展馆，日本的切入点似乎有点小，是不是他们也觉得太见微知著了？最后一环想上个大的。陨石切片被塑封在亚克力板材里，好像摸了，又好像没摸。每天1点半和6点半，美国馆有中文讲解，会中文的可以优先入场。欢迎来到美国馆。每一个时段放120个，就是中文导览，它也只放120个，所以你要排队。然后他进来的时候，你有看到那个你在咔咔咔就在计数。连接展区讲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美国学习、工作、文化交流的故事。这个定调应该算非常官方了。后面的内容请自动调低期待值。黑龙江，你从哪里来？上海啊，西安啊，福建。你从哪里来？就这样问了1分钟，他大概在等这批人到齐再开始演讲。我不想等了，就先到下一个区了。因为中文导览动线和时间是固定的，所以脱团的代价是会失去后续所有的中文部分。我现在跟的团是日文导览团。这部分主题是美国人民大 Party， 世界人民大 Party。我们美国人爱运动。太空探索是美国体现国力的老熟人题材了，话题谈不上新颖，呈现方式嘛，还算过得去吧。我们带了月壤，美国人带了月岩，日本拿出了火星陨石，巧不巧，大家都带石头来了。
吉祥物 Spark 很灵动，跟世博会麦麦比起来，属于第一眼可爱。他们那首歌太洗脑了，把它翻译成3个语言。我进去以后，我就一直被这首歌洗脑。所有人的情绪超级高涨，非常非常的热情。还有嘛，就是他们餐厅的葡萄酒品质不错。我觉得我晚上像重新来了一次大阪世博会，又来了一个新的馆，晚上跟白天的风情完全不一样。我突然间感觉我自己又有精神了。那走吧，我们再去，我感觉我再去又可以冲馆吧。冲